哎，这花开得旺。是啊。娘，这满院子开花了。您这虫子也真绝，朕一来，它就不叫。别动，陛下赏花来了。今天没什么事儿，来看看你。我听说那个晁错大夫搞了个什么削藩策，闹得人心惶惶。我看呢，要天下大乱了。没那么严重，反应是有一点儿。天下大乱不至于。不至于。那个晁错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这晁错嘛，还不就是想办点事儿吗？他就这么办事啊？今日一书，明日一奏，把祖宗的老规矩都给翻了个个儿。这样，都是你在给他撑腰啊！皇儿知道娘对晁错总是看不入眼，但是平心而论，这个晁错能够针对时弊，锐意革新，皇儿觉得他还是有道理的。皇儿啊，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当了皇帝，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。我朝自吕氏乱政之后，一向萧规曹随，是无为而治的政略。你父亲孝文皇帝，他不是一个不聪明的人，他对天下之事何曾看不明白，又何曾看不透彻？但是积弊也罢，规制也罢，这后面牵扯了多少人家的身家利益？你动了人家的命根子，人家不跟你拼命才怪呢。娘，无为而治固然好，但是无为而不能治呢？眼下诸侯做大，势压朝廷，再拖下去，朝廷就真的不如一个封国了。这个问题迟早要解决，要把事情留给子孙们，还不如让皇儿去解决。既然你已经胸有成竹了，灵儿在。你就忙你的去吧。哎，娘，您怎么？太后，窦大人有事求见。窦大人，哼，他还有脸来见我？告诉这没脸没皮的东西，我窦家容不下他这等狂徒，削除他的踪迹，往后别想进东宫的门。我有要事相告。太后忙着呢，她不想见您。哼！刘吉竟敢跟老夫玩这等手段！你看看，奇怪，皇上一面消除楚赵胶西三王，一面又修缮代王太子陵墓，还派专门官员40祭扫。先抬死的后打活的，他是想拿寡人当傻子麻痹寡人。但此举表明皇上对代王还是有所顾忌的，绝不敢像对楚王、赵王、胶西三王那样轻易处置。代王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啊？朝廷既已削成楚赵胶西三王，臣敢肯定，他们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代王您呐。哼，我谅他也不敢。丽娘娘到。窦婴拜见丽妃娘娘。
窦大人，臣妾来谢你。臣在。臣妾听说，太后已削除您的宗籍，从此不得入东宫，未免太过分了。窦大人真是条汉子，皇上都不敢对太后犯言直谏。臣妾也替皇长子刘荣谢窦大人。下臣并非为某一人，是为了维护、组织朝纲。妾以后会重赏你的。京城密报说，梁王已经离开京师，皇上给他调拨了重装兵器，又从御马园调拨军马3000匹，还有大批军款。皇上在这个时候加强梁国武备，其用意显然是给诸侯们看的。可惜他刘启只有一个亲弟弟。大王英明。什么意思？大王一语已经将关节点破，皇上削藩是犯了众怒的。大王何不密约诸王结盟，联起手啊？只是寡人不知道其他诸侯王心里是怎么想的。大王，此事卑臣去办。卑臣想可以先备些礼去胶西国走一趟，权且作为您的密使，探一探胶西王的口风。也好，情备雨伞，宝贝干粮，一旦有事，大家可以共谋进退。只是你的行踪一定要机密。好。讲话一定要有分寸，办事一定要看火候，备上一份厚礼，不怕花钱。大王尽管放心。娘娘把秋香带过来了。啊，你去吧。那奴婢拜见王娘娘。秋香，来，过来我看看。秋香，别怕，过来呀。这幅画像比你本人差远了。真漂亮。是哪个画工给你画的？回娘娘，画工原先画过一张，丽娘娘看了说不好，又让画工重新画了这张。丽娘娘说这张像。那你自己觉得呢？奴婢不知道，那是张画。可你知道，皇上要是早见了你本人，恐怕早就招幸你了。不过你还是很幸运。这回皇上从画册中点名选你，就要下诏，封你做隆庆公主。你要代表朝廷出嫁大单于，是吗？你要展示大汉皇家的高贵气质，别丢汉家脸面。所以呢，皇上要我亲自教诲你，让你学做真正的大汉公主。啊，大汉公主？秋香，你来。哎，你们都过来，来。这是你们的秋香姐姐，这是南宫，这是平阳，这个呢是林绿公主，这个是小智儿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的女儿了。小青在。你到内府为隆庆公主领几套服饰来。那娘娘。平阳公主，你带秋香姐姐洗洗澡，换套衣服去吧。来。智儿，你怎么不跟姐姐去玩啊？娘，这个秋香姐姐不是真姐姐，是假姐姐。姐姐是姐姐就是真的呗。娘，不是真姐姐，为什么要假扮呢？
他是替你姐姐去的，去吧啊。娘，为什么非要让一个姐姐去嫁给匈奴呢？啊，去吧，你不懂，玩去吧。哎，别，做公主啊，可不能挨墙溜边的，要走在中间，要挺胸直腰，理直气壮的。对，头上啊要像顶了一碗水一样啊。张嘴。你瞧，这个秋香姐多笨呐！娘都教她2个时辰了，她走路还像一只母鸭子。秋香姐姐屁股大大的，我看见了。你这个小坏蛋，不要脸！小坏蛋。腰一定要挺直啊！哎，手放在腰带上。对。好了，这不是一日之功，坐吧，坐下休息一会儿。救命啊！娘，救我！他们欺负我。谁欺负你了？姐姐。谁欺负你了？谁欺负你了？你们3个呀，就知道闹。有时间也教教秋香姐姐。公主是生出来的，没听说教出公主来的。秋香啊，吃吧。要知道，你去的地方水果少，不容易吃到，多吃点啊。你要记住，吃东西的时候，吃相也要讲究啊。我也要吃这个。你吃什么？这哪是王子啊，倒像个猴子。哎，娘，最近怎么老见不着父皇呢？父皇最近挺忙的，你们不要去打扰他，他正在坝上检阅军队呢。高祖带出来的军队怎么成这个样子？这么老的将，这么疲沓的兵，看了这样的队伍，朕先前削藩的决心几乎丧失殆尽。不错，这水头看着不错，是块好玉。这不是昆山之玉，它应当出自西域昆仑山。你们吴国哪来这个东西呀？大王好眼力，这玉是匈奴大单于送给吴王贺他70大寿的寿礼。哎，那可就是禁物啊！你们大王是什么意思嘛？还嫌皇上对寡人的处罚不够重？又要把这堆石头也变成屎盆子，扣在我刘某头上？这些宝物价值连城，都是我们吴王一片心意，只是没曾料到这一路上关卡查得如此严呢。你也不想一想，那些关卡上的人都是朝廷派来的，你给我送礼的事儿，现在怕早已传报到晁错那儿去了。寡人我还敢收你这礼吗？拿回去，统统拿回去。这些宝物您可以不收，可是我们大王的心意，您明白吗？怎么着？你们吴王守着那么一大块宝地，还想要什么？这回削藩，他也没吃着亏呀。大王，下去。大王，小的还有话说。你们吴王让你传什么话？你说吧。吴王命小的来参见大王。吴王说，天下刘姓诸侯都是血连着血，亲连着亲，一根藤上结的瓜，唇亡齿寒。现在刘姓诸侯都被朝廷看作是眼中钉，正在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，削弱我们，这日子没法太平下去了。大王，不是有那么一句谚语吗？叫做等把米吃光，就该嚼糠了。
什么米呀糠呀的，寡人听不明白。我吴王说啊，当今朝里出了奸臣，就是御史大夫晁错，他蛊惑天子，离间刘姓宗亲骨肉，连袁盎那样的三朝元老都容不下，朝廷上下不知有多少大臣心里恨他。诸侯对晁错弄权，更是早就人人切齿。天下人心已经坏到这样的地步，以致最近有天势异象，蝗虫水旱，灾异频频发生。这正是由于朝廷里出了奸人。天意在示警啊！天下百姓都希望有圣人出现，救天下人于水火之中。我吴王说，阁下您就是这位圣人，只要您站出来扛这个旗。正所谓同恶相助，同好相留，同情相成，同欲相驱，同利相死。我吴王愿意追随您一起为天下除害。住口！大王，您不要再糊涂了。其实您早晚还是晁错砧板上一块待宰的鱼肉。今儿个您一定给我个准信儿，愿不愿意和我们大王一起结成同盟？你们刘弼那儿有多少像你这样的脑袋呀？等着给晁错砍的。走，跟我来。薛范动了赵国、楚国、胶西国，没动吴国，天下会耻笑朝廷。柿子净捡软的捏。可是要动吴国，就要准备跟人家打仗，这样的军队怎么打？陛下，欲治兵者，必先择将。老虎统帅的绵阳，肯定能战胜绵阳统帅的老虎。陛下何不去细柳营看看周亚夫的部队？周亚夫是老虎。先帝是说过，我有难找亚夫。哎，这个人怪得很，朕见过他几次，他不说什么话。陛下不妨去细柳营看看再说。去细柳营？去细柳营，我这就去打招呼。哎，不打招呼，现在就去。陛下有令，专将驶向细柳营。本军未曾接到通知，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？皇上銮驾过来了。对不起，在本军中只听大将军号令。大胆！皇上御驾，你敢不迎？怎么回事？回陛下，周亚夫军队说他们没有接到命令，坚决不打开营门。咱们来的也是突然了一点啊。陛下，要不我们先回宫去，明日通报后再来。不，就在这儿等。把这个拿去。好。大汉皇帝传国玉玺在此，速传周亚夫接诏。皇上要进营官兵，命他来接驾。诺，大人稍等，小的立即去禀报。请銮驾入营。驾！驾！
甲胄在身，容臣以军礼相见。周将军，你不要太放肆。准了，请。演习开始。随行的几个大臣还议论纷纷，要参周亚夫以大不敬罪。不，正看周亚夫才是真正会带兵的将军。先前在坝上看的，那根本称不上是军队嘛。陛下明察，周亚夫治军可以，就是这个人的为人过于倨傲。古往今来，凡大才俊者，必都有不尽人意之处，不足为怪了。陛下说的是。今天看了细流，朕心里有底了。现在可以开始考虑，薛藩如果要动吴国的话，那从哪儿开始呢？臣以为豫章郡及会稽郡是天下高于所在，应当掌握在朝廷手里。魏继侯，哎呀，您还真有闲心呐！嘿，你这么慌慌张张的干什么？你也是经过大世面的人呐。老夫是来跟窦大人问问薛藩的事。你听说什么了？我听说朝廷就要下诏削去吴国豫章、会稽两郡，可有此事？那又怎么了？还怎么了？吴王是什么人？难道你不知道？我看你是糊涂了。这位大爷，哎，当年连先帝都不入眼，文皇帝也奈何不得他。窦大人，您德高望重，千万劝谏皇上，断然不可下此诏令，否则的话，天下必定大乱。你都已经被削为庶民了，就是吴王反了，也与你无关嘛。啊，怎么与我无关？啊，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这汉室江山又不是他朝错的。大人，哎呀，你一定要劝劝皇上。晚了，削藩书已发出了，正在去吴国的路上呢。啊，哎呀，皇上，你怎么只信晁错那个腐儒的胡言乱语呢？完了，完了，天下事不可知矣。
你我就听天由命吧。天要下雨，娘要改嫁，该说的话，我都向皇上说了。本王的先父是高祖皇帝和吕太后的嫡子，而文帝不过是奴婢所生庶子。当今的皇位本来就不该由刘启这一支来继承。寡人已经和我的异母兄弟齐王、淄川王、胶东王、济南王、济北王联络过，他们听说要和吴王结盟联兵，都倍感振奋，让寡人代表他们与代王歃血为盟，共起义兵，诛奸恶，扶社稷，安生民。本王也已联络了楚王赵王，相约起兵共讨不到，寡人在此代替他二人歃血为盟，替天行道，休戚与共，永不背誓。天地神明，照见我心。干！陛下圣安。起来吧。和亲的车仗要出发了吗？回陛下，车马驾连，马上就要出宫了，臣妾想请陛下。朕不出面了。与强盗和亲，本就是不情愿的事儿。让他们出发吧。别说是下雨，就是下刀子，也得按期交人。陛下，臣妾想临行之前，陛下还是应该抚慰一下隆庆公主。隆庆就是奴婢秋香，是陛下亲赐的名号。哦，朕都忘了。秋香，秋香，人来了吗？近期叩见皇上。你起来。近期隆庆公主向皇上辞行。这想不到宫中还有这般颜色。成君意，为国家，臣妾其粉身碎骨，也在所不辞。好好，去了那边又委屈你了。陛下，队伍该出发了。
吃。哎呦，谢谢谢谢，哎呀，谢谢大单于，谢谢大单于啊，谢谢。我现在不饿，有酒就行了。来，喝酒。这么说，你们诸侯各王是打定主意要推翻你们的皇上了？京汉廷上奸臣肆虐，皇上体弱多病，头脑糊涂，是个昏君呐。你不要说理由，直接回答我，是还是不是啊？不是。也是。屁话！你们汉人说话为什么总爱绕圈子啊？好像是用木头刀子割羊肉，不见骨头不见血呀。吴王和赵王派我来，是要与大单于永结盟好，合击长安。那么打下长安之后呢？由谁来当你们的皇帝呀？赵王和吴王说了，事成之后定要重谢大单于。屁话！重谢？我找谁要去啊？你们有那么多的王爷，谁是个头啊？如今你们只有一个皇帝，还如此麻烦。到那个时候，你们有8、9个诸侯王，到底谁说了算呢？牵羊在望，不如一兔在手。你们皇上和亲的公主就要到了，你们的皇上现在可和本大单于又结成亲家了。不过，现在的皇上已经是热锅上的蚂蚁了，虽然还有今天，可不一定还有明天。大单于为什么不把眼光看远点呢？你所谓的远一点儿，无非是要我把宝压在你们几位谋反的诸位侯王的身上。可是据我所知，你们的那些王爷们，一个个都生长于深宫之中，长于妇人之手，文不读书，武不知兵，不了解人间的疾苦，只不过是一群顶着人头的猪而已。难道你让本大单于相信他们的话吗？这是不可能的。中行月，你本也是汉人，你有什么高见呢？奴才看，这位使者吃不惯塞外的饮食，一路上又车马劳顿，不如先请他去客帐，用汉食好生款待，休息休息再谈。谢大单于，本使在下面恭候。中行月，你说说，别吞吞吐吐的。奴才想问大单于，您是想要一个强大统一的邻居呢，还是想要一个4分5裂的邻居？是想做仓库的主人呢，还是只想要一个随手可取的仓库？今大汉即将内乱，诸王侯欲犯天子，派使者来请大单于出兵协助。依奴才看，这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。当今的汉朝皇帝，并非是一个无能之辈，而是一位有志的贤君。自汉高祖以来，无为而治，与民休息，国中百业复苏，民生逐渐富庶，国力正在日日增强。目前我们与汉廷的关系，总是处在一种扰边、和亲、再扰、再和的循环中。从长远来看，汉廷总有一天不会再忍。
一旦集中大汉全国之力来对付我们，我们虽处漠北，但大漠草原也未必永远是最好的屏障啊。我想听你说对吴石怎么办，没想听你给老子讲那些屁话。是。那么，奴才就献大单于8个字，叫“分而治之，以汉治汉”。分而治之，以汉治汉。我觉得这8个字倒是很有意思啊。谢大单于。大单于，现在吴楚2王来求我们大匈奴做他们发动叛乱的外援，这正是昆仑赐予大单于不二的良机呀。我们哪管他吴王、楚王是乌龟还是王八，只要他们有用，就是宝贝。其实当前对汉朝威胁最大的力量，不是我们匈奴，而就是这批诸侯。因为我们的人数比汉朝少得多，我们彪悍的铁骑打进去容易，但是要长久守住管理就非常难。我们何不借这些诸侯之手，把汉朝分他个7零8碎呢？到那个时候，任何一个诸侯的力量都不会比我们大匈奴更强大。更何况，我们也不需要亲自管理那些汉朝的老百姓，就让诸侯去管理他们。大单于只需要管理那些诸侯，谁要是不听话，就咔嚓。那时候，大单于才真正是普天之下的众王之王，是太阳所照射下的唯大单于呀！哎呀，好！龙航月，那么我就依你的话，马上斩掉汉朝来使，与吴楚结盟，整军攻汉。不好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怎么样才行啊？这样，依奴才之见，单于可以这边先答应了使者，借个胆气给他们，让他们放手去干，让他们跟汉朝的军队拼个死活。这边我们照样要礼遇汉宫的和亲队伍，对汉朝的皇帝做出非常友好的姿态，保证给汉朝永久的和平。你的意思是，要让吴楚诸王来替本单于从火中取出烤熟的栗子？啊，大单于英明啊！对他们双方都友好相待，让他们除去对我大匈奴的戒心，这样他们双方才会放开手相搏，让他们像2辆战车迎面相撞，都撞个粉身碎骨。然后，大单于只要引一支铁骑直攻长安，饮马喂水。到那个时候，不要说汉家的一个公主，就是整个未央宫的佳丽万千，还不都是您大单于的？来，大单于，汉朝公主的车队已到达雁湖了，是否要去迎接？额虎儿，在，好生迎接大汉公主。是。钟航月，就按你刚才的意思，给吴王写一封信，让使者带走，就说只要吴王一起兵，本单于10万铁骑就从3路入关攻汉，牵制乘务使李广的边军，是汉军的主力，不能南下。奴才接旨。